大家好，现在的娱乐圈已经成为了赵丽颖野蛮生长的现实版。也就是说，你不野蛮的话，你就无法生长了；你不野蛮的话，你就特别容易被人家野蛮了。因为新闻我已经说了，娱乐圈的蛋糕正在以所有人意想不到的速度缩水当中，最终的蛋糕的尺码大概率就是共同富裕的理想的最高境界了。所以呢，2022年如此，2023年呢，同样也是如此。乐华现在的通稿已经开始描述韩庚与王一博的纯真的友谊了。毕竟乐华也知道明年的光景已经不会是上市的天堂了，一损俱损野蛮生长的场景已经是触手可及的了。王一博也明明白白，从去年吴亚谦被自己的亲妈出卖，到今年李易峰被自己的熟客熟人出卖，处理好身边的人才是健康生长的大前提。那么如何野蛮生长，如何区分善恶呢？无他，利他为善，利己为恶。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总是非常好奇党和国家领导人隔三差五炒冷饭的大盘棋思路。例如说，9月18日有消息称内娱拍摄新电视剧将执行5步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涉及演员整容的问题，称新剧将会禁用整容艺人。于是乎，有吃瓜不嫌事大的网友们兴高采烈地认为，此前曾多次传出整容传闻的 Angelababy 和王一博恐将会被此消息影响到工作。怎么样？这种捆绑销售的蹭流方式，是不是再次掀开了您的脑洞呢？申万我同样很感兴趣，这种凡事都往王一博身上扯的小手段，到底每个价值几何呢？报道称，网传的5步政策分别是：军旅剧不能拍爱情题材，艺人不允许用英文名，要使用身份证的真名，古代服装要严格按照历史，不能过于美化和夸张，严格挑选真面目演员，不可启用整容艺人，严格监督艺人纳税申报，名下开设之公司都要谨慎查核。其中有一条不能使用英文名，此前就曾引起热议，当时辣目洋发文宣布改回本名李佳琦，随后编剧汪海林就在微博爆料称艺人将不再署英文名，还点名杨颖以后不能再署名英文名 Angelababy。 这些话题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都知道，申万我早就聊过了。早在大嘴汪海林爆料前， Angelababy 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再单独署名英文名，她所有的宣传海报中都是英文名加上中文名一起进行署名的，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至于网传的禁用整容艺人，来源则是网传的一张截图，截图中的内容虽然真假未知，但是结合此前新剧播出的要求，还是有很多条和此前的政策相符的。报道中力排提及 Angelababy 的前夫黄晓明以及王一博、张雨绮、鞠婧祎等人，称他们可能也会受影响。申万我实话实说，全网流行最广的硬通货就是 Angelababy 早年的青涩照了，有对比有伤害。杨颖整容传闻四起，就是因为 Angelababy 现在的模样和早年青涩的模样相差太大，才会引起质疑。当然了， Angelababy 为证清白，还特意前往医院做医美鉴定，力证自己没有整容。其实对于明星来说，就没有不做医美的，也有很多明星大方承认自己做过医美。如果禁用整容艺人的政策是真的，相信会有更具体的细节去规范明星整容的范围。 Angelababy 和王一博这次被有心人一道拿来举例，实在是无妄之灾啊！这都因为两人的人气实在是太高了，特别是后者，任何正面、负面的话题，只要捆绑王一博3个字，流量都是蹭蹭蹭的一网打底。 Angelababy 最近可是麻烦不断，一段她在室内抽烟的视频引发网友质疑。
视频中，他和友人在一家店里玩狼人杀，没想到却遭到店员的偷拍，还被吐槽烟不离手，像个大烟囱。早前 Angelababy 就曾在媒体面前承诺会戒烟，如今又被拍到抽烟，网友自然是批评声不断。9月17日 ，Angelababy 的一条短片在网上曝光，短片中她身穿婚纱开枪，又被网友批眼神空洞，动作僵硬，毫无演技可言。这些批评的声音从走红时就伴随着她，刷屏媒体对她更是照顾有加，给她起各种各样的外号，稍微有个风吹草动，她就能成为头版头条。要怪只能怪她实在是整得太漂亮了，刀得让人嫉妒了。顺带着，王一博也成了陪跑的气球了。当然了，关于王一博整容的烂梗，新万我已经深扒多次了，感兴趣的您自行回顾就行了。新万我一直感慨，春节晚会似乎还在昨天，结果不知不觉之间，李易峰的冬天就到了。对于再次被无辜的王一博而言，依旧是甘苦一心知。当初那个轻松少年就已经出道8年，出落成顶天立地的主流男子汉了。没料想最近突然就见到了橄榄球老师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顺毛乖巧王一博，并配文久闻大名，第一次看见这个小伙子，很好学，很有拼劲，真不错。最近的这就是街舞频放大招，不仅召集选手召开了一场趣味十足的联欢会，网友们通过路透也惊奇地发现，这次节目组居然走出了摄影棚，在户外录制现场玩起了橄榄球。阳光帅气的王一博队长，疲惫还是写在脸上的。如果您没有看过新万我关于王一博瞬移成绩的第一话题的话，您真的能够看到完全同款的王一博的疲惫。这种疲惫是骨子里的，因为就像新万我说的，人绝非钢筋铁骨永不停歇的超人，每个人都是有极限的，要充电的。当然了，王一博的抗打也是出了名的，这次摇身一变化身橄榄球选手，运动场上活力十足。尤其是王一博玩橄榄球时的造型，真的是永远无法想象运动系男生的魅力有多强。王一博也真的在无时无刻地散发着自身独特的气质和魅力，不知不觉间让镜头外观看他玩球的人心动。看到赛场上肆意奔跑的王一博，相信没有人会舍得收回目光。而运动天赋异于常人的他，也在用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对运动极大的兴趣。从以往的经验以及老师发布的消息来看，王一博依旧好学，还很拼。从路透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出，王一博上手很快，满场飞的状态也出卖了他开心到起飞的心情。就在网友到处捕捉球场上王一博的身影，想要收获更多表情包的时候，王一博与韩庚的合照映入眼帘。这似曾相识的画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随后，韩庚王一博10年前后合照对比的走心词条便迅速登上了热搜榜单。这种走心可见乐华的苦心和厚爱了。这种捆绑在新万我的眼里，比杨颖王一博的捆绑正向很多。细看对比照片，10年前的王一博纯纯的小朋友一枚，站在韩庚的身边显得那么稚嫩。10年后的王一博不仅长成了大小伙子，身形也比韩庚高了许多。10年前舞台上的韩庚看王一博的眼神尽显温柔，10年后的今天，韩庚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王一博，就好像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处处充满着欣慰的眼神。更有网友打趣道：10年了，兄弟2人的发色也很默契的一直在同步呢。其实无论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兄弟2人的感情只增不减。韩庚一直都是王一博能信赖的、能撒娇的、能坑的好大哥。再这就是街舞第4季的时候，就经常被他们2人的互动逗得捧腹大笑。转眼来到第5季，韩庚与王一博依然配合默契，所以庚哥带弟弟，连习惯和动作也会相同吗？看来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缘分。虽然彼时的王一博也才25岁，一身运动装的他俨然一副高中生的模样，可谁曾想到10年前，王一博第一次登上的舞台就是韩庚北京更新演唱会，那时的他差7天才满15岁。如今王一博依然与韩庚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只不过当初是哥哥带着弟弟，如今是兄弟2人并肩战斗。这种战斗在今天这个绝对魔幻的小时代中显得特别重要，相当突兀。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同意不同意新万我的这个说法？不可否认，10年间王一博光速成长，虽然乃夫妇的样子没有什么变化，
可王一博沉稳成熟的气质却日渐显现，不仅唱功越发精湛，舞蹈实力也有了极大的提升，就连影视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演技也越发成熟。虽然偶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然而并没有成为他成长路上的绊脚石。如今演员加舞者加歌手加运动员这个奇妙组合，在王一博的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仿佛粉了王一博一个人，就像粉了一个组合或是一个团体。这样优秀的弟弟，哪位哥哥不想一直宠爱，一直照拂呢？这就是街舞第5季播出至今，各种招式轮番上演，尤其大张伟加盟联欢会，更是让观众热泪盈眶，瞬间梦回天天向上的舞台。没想到，还未等观众回过神，王一博与韩庚10年前后合照对比又来袭，瞬间将网友的思绪又拉回到这10年的回忆里。相信不管是谁，面对这样的场景，都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心情。虽然不知道王一博还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但始终相信他一定能够以最好的表现、最好的状态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特别是万众期待的长空之王，中间的那个王字其实特别的突兀和扎眼，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绝对相信全中国14亿人都很难联想到这个王和那个王的因果联系。想当年，王一博一手女团舞跳得妖娆又帅气，成为了千万摩托姐姐们无法磨灭的夜晚场景和梦里笑容。这几年的这就是街舞，酷盖真是又帅又拽，深入人心。9月17日这期的街舞真的是再次让人狠狠地期待住了这个会跳舞会耍宝的队长了。这期的男生女生都好帅，申万我不得不说，预告图特别走心，都是同一款的创意和不同款的走心。这次的话题和主题定为街舞宇宙剧透社，亮点包括24小时极限主题编舞，各种创意故事全都有，更有队长舞蹈、微电影抢先看等。节目安排的环节也是拽的有料。地球最后一晚，你会怎么办？这是跨越时空的想象力，用街舞跨越时空，享受地球最后一次的舞台。这间电影院，他们好像在演我。这是用解读演绎日常生活，沉浸式感受24小时的每分每秒。街舞的张狂，您 get 到了吗？3这些时光机，谁的童年 DNA 动了？这是什么童年快乐派对？一整个就是脑洞的大开，趣味 buff 的加满。4这些宇宙飞船是要带你遨游外太空，假如太空有街舞，动感 popping 就扭一扭。5这些老年生活，笑点泪点齐飞的感觉很丰富，被街舞耽误的演员演起老年人过于真情实感，让人有点怕怕的。6这些平行时空回忆杀的泪点同样满满的震惊，平行时空偶遇这些总导演戏里戏外，让人傻傻分不清楚。鬼聪明的王一博注定是注入了一些自己的 ideas， 因为申万我曾经数次提到了这种味道熟悉的 idea 都是王之特色。那么您能 get 到那个环节有王呢？同样的，您还记得申万我的一些实锤的铁口吗？其中包括能刷屏的小屏幕、大银幕都应该抢闸今年速速上线，否则蛋糕越小，收获越小，只会让之前付出和努力的汗水兑换成一半的喜悦和收获。于是乎，小心机满满的大鹏注定还想把王一博的热烈排档靠前再靠前。庆幸的是，赵丽颖的野蛮生长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这不，许半夏这个角色不仅出场了，而且自带层次了。3分半钟的预告片算是吹响了冲锋号了，喜欢的人已然看得情绪很燃了。申万我对野蛮生长聊了很多，开拍以来总结下来，大致也能一本书的节奏了。半夏是味中药，生的时候有毒，熟了就可以治病，名字就暗示了角色的半生。其中预告片里的台词也显露出许半夏不太好惹，这就是野蛮的刚需。发型太加分了，从发型可以看出故事背景奋斗的年代啊，这里面有散发、烫发、束发，每一套都走心坎里了。当然了，美人赵丽颖就是那个时代生人，所以啥都好看，妥妥的。尤其是最后挽起头发的侧颜，赵丽颖可以演宋庆龄女士了。不是单纯耍酷，是真的在演绎许半夏的半生。预告片里有许半夏刚工作时候的样子，创业的样子，走上高位的样子，
坐牢的样子，蜕变重生的样子，仔细的您都能看到野蛮的脚步，一步一个坎，一步一个坑，艰辛而扎实，努力而有泪。申万我的说法，想必您也能体会得到。这个角色比起和幸福更有冲突，更有层次，能够上线就是王炸。从这个角色看，赵丽颖很会选剧本，也很会找到进阶演技的角色。预告片里能够看到赵丽颖有胖胖的样子，这是角色需要，这样更接近生活。赵丽颖胖一点，其实更地气，这一点申万我铁口多次了。在地气的年代，就应该多些主流的考量，而且太瘦了未必上镜。4. 预告片中果然是实力荟萃，这些时间让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王劲松以及刘威、欧豪、李光洁、柯蓝等实力派演员都聚到一起，火花四溅的感觉跟幸福敲门的感觉再次直逼眼球。预告片剪成功了，期待值就拉满了。申万我的担心只剩下之前遗落的铁口了，那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现在已经正式把闭关锁国改名叫做自主县官了。于是乎，无论闭关锁国还是自主县官，都跟改革开放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甚至是严重对立的关系。这让这部大女主的改开剧几乎2次踩在了疑似的红线上了。宜早不宜迟，是这部剧顺利脱身的万全之策。这是如果全权交给大女主赵丽颖去办的话，申万我感情赵小刀能拿出双倍离婚的决心出来。那么为什么申万我会这么说呢？申万我要先来问问您，赵丽颖和冯绍峰为什么离婚呢？这里说的女强男弱，不说家世，甚至也不谈事业上的成就，仅指性格强弱。赵丽颖和邵峰2018年10月结婚，2019年3月生子，2021年4月离婚。普通人一辈子才能完成的大事，他俩快速走了一遍，因为一切都过于悄无声息。他俩的这段婚姻仅仅给互联网留下2个记忆，我给大家劈个叉吧，和儿子想想，您说对不？他俩离婚的原因，官方说辞是聚少离多，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娱乐套话，真的是信不信由心了。但从冯绍峰在一些节目中的状态，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冯绍峰称赵丽颖思路明确清晰，这点非常吸引他，还透露自己曾问过他，你到底是真的喜欢我呢，还是为了要结婚才跟我在一起？甚至在节目中不小心透露出儿子的小名，事后还战战兢兢地给妻子报了个备。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赵丽颖才是主导的那方，冯绍峰或许是因为性格软糯，或许是爱妻心切，是处于配合的那一方。能在小孩1岁的时候迅速切割果断离婚，可以想见贤妻良母儿女情长也绝不是他的终极目标。在复杂势力的娱乐圈，实力、努力、颜值固然无比重要，但绝佳的认知以及强势的性格才是他能走到今日的根本原因。并且赵丽颖走到今天不易，她做不到家庭工作兼顾，而男人显然是无法给她安全感的，所以她不会为了家庭放弃事业。而冯绍峰的家庭背景必然要求他以相夫教子为主，这与他的人生规划矛盾。再就是2个人或许根本就不合适。婚姻需要相近的成长经历，包括家庭、学历、成长经历和门当户对的。婚姻是背后2个家庭的结合。赵丽颖家庭出身较低，草根逆袭获得成功，冯绍峰是家境优渥，锦衣玉食长大的。这样的2人在各自有限的人生经验里，其实共同语言真的很少。聊工作可能滔滔不绝，聊生活聊人生就比较难了，因为成长环境不一样，我在乎的你可能永远理解不了，而你觉得有趣的，在我看来可能索然无味。这种成长环境给人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不能强行匹配。简单的说，冯绍峰算是富2代吧，赵丽颖可是富1代啊。这个概念很重要，富1代的心态和富2代的心态，那就是隔代和代沟的感觉，或者说富1代和富2代之间的差别，就是王健林和王思聪的差别，也是李嘉诚和李泽楷的差别。说白了，隔代的感觉、代沟的感觉，根本就是2类近乎平行的人生，相互能理解的很少，就算能理解，也不会去过对方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貌似可惜，实际正常。他2人共同生活几10年，或许才是不正常，因为2人根本不是一类人，
必然其中一个人需要付出巨大的妥协和牺牲才能正常。那么，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问我，大胆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婚姻当中哪个人应该付出巨大的妥协和牺牲呢？是富一代赵丽颖呢，还是富二代冯绍峰呢？如果您没有答案，那么您就应该把新问我去年第一时间的原创视频重温一下了。或许，如果不是赵丽颖未婚先孕，奉子成婚的话，或许两个人走到结婚的概率很小，大概率还是男女朋友，各自相处和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找出妈宝的症结，然后和平分手结束。除了两人成长经历的巨大不同，还有双方的家庭也很不一样。很多人觉得女方也有钱，其实婚姻的结合经济条件是一方面，但是家庭的底色不一样，习惯、认知都不一样，有时候就是很难相处的。懂的人自然懂，而明星本尊又不是普通人，都是经济独立的，干嘛非要看别人脸色，委屈自己呢？离婚有时就是最好的解脱和结果。离婚有时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有时候是三个人之间的角力，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婚姻和家庭的直接参与者，这种关系的超级复杂程度都在新万我的过往分析当中。那么王一博、杜华、韩庚、乐华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未来走向，会在今年的意外困扰、上市失败后产生出什么样的内部冲击，甚至花式地震呢？因为地球表面是永远看不出地应力长期作用的岩层弯曲或变形的，这就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擅长深扒和硬核的关键所在了。现在回头再看，凡人吴牙谦和疯子李易峰这两位出了事的老炮儿，很多偶然都是必然，很多必然也充斥偶然。这两位极其成功的顶级失败者，一位含于工业流水线成长出来的巨量偶像，一位内于名副其实的初代顶流，缘分纠缠有点久。在前者为代表的韩流明星当道时期，后者硬生生凭一己之力抢下市场，甚至一度被称作抗韩先锋。但难兄难弟这次却以同样的违法代价，永远手拉手了。艺人下半身这点事真是一言难尽，怎么避免塌房呢？一家同样从事练习生培训的艺人经纪公司主理人 S 想了一招，那就是最好是禁欲，从小培养，没吃过就不会去想。业内某顶流的前经纪人力看法稍宽容，他说从小禁欲倒也不必，但走偶像这一行就像太监进宫，既然你选择了进宫，就得学会自我阉割。因下半身而塌房，只是顶流偶像练习生们的冰山一角。无论韩产的爱豆，还是国产的顶流，又或者出口转内销、自产自销的偶像练习生，他们或畸形或加速的成长生活应该是怎么样？他们背后的组织与资本又会给他们多大的自由度？艺人经纪龙头老大的乐华娱乐就是一个很好的考察对象。关于乐华娱乐，有一句噱头十足却也足以让人木了的评价：小鲜肉背后站着女魔头。但随着月初乐华撤回香港 IPO 计划，第4次冲击资本市场黯淡收场，身为韩国偶像练习生模式的搬运工，乐华模式和他的缔造人杜华女士是时候褪去华丽的假面，在偶像经济的赛道上重新定位了。至于在乐华橙色的地下集装箱里，那些高高举起、重重落下的空心铁棍与挥汗如雨的真假富二代们，在爱豆行业水土不服、四面楚歌而愈发惨淡的今天，又该如何纠正自己已经跑偏多年的人生？从小去人化的机械培养禁欲，真的可以规避艺人塌房吗？只要你别塌，我就还能做你吗？上市失败后，市场本就惨淡的艺人经济，除了卖面膜之外，又该怎么做呢？这些问题不只是杜华应该面对和思考，焦头烂额的杜华要面对的也不止这些问题。9月13日午时，乐华就王一博被包养嫖娼的传闻向公安机关报案。杜华何尝不知道，王一博只有一个，且顶流不可复制。在爱豆观察者香香眼里，王一博的唱跳实力在乐华练习生里无疑是最能打的一个。但14岁开始就被乐华圈养大的王一博，本就不是一个像蔡徐坤、
张艺兴那样能搞事会来事、有追求的爱豆，看起来对艺术和事业没有多大折腾劲儿，给他点什么外卖就吃什么的怂孩子王一博，继续留在乐华，反正是稳妥的选择。这不正是杜华的天选之子吗？毕竟杜华选拔练习生的第一标准正是听话。其他更多的练习生们呢？曾经在乐华做过练习生的莫迪这么说：“我们这些练习生就像是一匹匹赛马，眼睛只看得到给自己划好的道，外面的世界已经被两边的板挡起来了。难道未来也只有一条道走到黑吗？”距离蓬勃热闹的2018年偶像元年才去过4年，其中与真顶流的新冠病毒纠缠就长达3年，爱豆偶像的好时光就这么昙花一现。到如今，物是人非事事休，熬过地狱却没有到达天堂的，又何止练习生们？前经纪人力聊起这个市场的未来的时候，还是充满希望的，就是一个轮回，熬过低潮期都会重新回来。也许不是以选秀或者爱豆的形式回归，市场上现在不都还有很多人还在吃当年超女快男的红利吗？只是这个周期是多久，尚且未知。力喊话杜华，别霍了，存点钱吧。因为爱豆全行业的希望破灭中，因为乐华的苦日子刚刚开始，乐华再次上市失败。论心理阴影面积，同行们的不比杜华本人少。本来乐华上市是寄托了全行业希望的。一名艺人经纪公司的主理人 S 首先体会到了唇亡齿寒。他说，3年吸金28亿，已经是这个圈子能拿得出手的最好数字。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连这样的乐华都得不到市场认同，那我们其他人会更失落。乐华上市不成功，对行业是一个伤害。爱豆行业太难了 ，S 如此感慨说。漂亮数据背后，一贯财大气粗的乐华日子难不难？经纪人力这样下结论说：“当然难，不难，他何必急着上市圈钱？流火7月，马不停蹄，忙着上市的杜华还上了一个热搜。杜华在干什么？词条内容是叫不上名字的4男2女以朝圣姿态围绕在杜女王周围，人手一张面膜。杜老板这是要转身微商女王了吗？资本在腾挪周转，年初退出乐华股东的他，还迅速投资了几个螺蛳粉品牌。”倒是有名有姓，不必吆喝，缺钱就找钱，小孩子都懂的道理。杜华也一直是个坦荡直爽的人，此次上市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艺人管理，除此之外，还可以如何解释杜华的上市执念呢？2016年的一部电影《梦想合伙人》被称为女人版的中国合伙人，姚晨联手郝蕾和唐嫣，白手起家一路开挂。公司18个月就上市，该片制作人杜华这么看这部以自己为原型的电影，18个月做上市，我觉得不叫奇迹。其实现在很多电商就是那样，非常快的。但是这样的神话只在电影里和杜华有缘，现实中的杜华上市之路走得很艰难，4轮冲击，4次折戟，天不助他，永远差那么一口气。如果你不是股民，或许愿意给谋求上市的乐华释放一点善意。谁不想在年华最好的时候托付良人卖个好价？毕竟近几年乐华娱乐营收利润双增长，上市的好时机是到了。当然，故事的反面是，乐华和股东都等不起了，再不上市，摇钱树王一博也要飞走了。1个月前已然通过聆讯，未料资本最后还是不买账，认为估值较预期有出入，发售率仅有 27.21%。卖不出去只能撤回，原计划7号的上市凉了。乐华与资本市场的距离真的只差最后一口气吗？不同的意见是，接受资本大考却失败的不是顶流王一博，更不是偶像老板杜华，而是脆弱的乐华模式。资本市场的逻辑确实与粉圈不同，并不是遍地韭菜任人割。乐华上市狼来了的故事在第4次之后，割韭菜的意图已然司马昭之心了。但资本市场并不会在一棵顶流摇钱树吊死。过去3年里，给乐华贡献了4-5成收入的王一博，即使续约至2026年，也并不能撑起乐华的资本半边天。如果王一博起了作用，那也只是膨胀了杜华上市的心，剩下的路得靠杜华和乐华模式自己走。当然，
资本想听的也并不是乐华绝对且唯一 C 位杜华的故事。尽管这位偶像型老板是艺人管理市场612亿规模里占比 1.9% 排第1名的大姐大，但每日被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私信辱骂说，只想赚快钱，只喜欢听话好拿捏的艺人，公司模式单一经营运作，草台班子只学了韩国一个皮毛，所以持续给资本讲故事的只能是乐华模式。但乐华模式可以吗？事实证明，这套学师韩国涵盖训练生选拔、艺人培训、艺人运营及艺人宣传在内的覆盖艺人管理全生命周期的系统化模式，有且只生产出王一博这一位顶流和曾经差点登顶却黄粱一梦的男团 Unique。可见杜华一直言之凿凿的我的经验可以复制，首先在乐华内部就没有复制成功过。其实杜华真正要面对的困境还没开始。上市失败之后，失落的岂止处于臀部尾部的同行，还有深厚的资本。如果杜华讲不出漂亮的故事，华人文化2014年起持股 14.25%， 字节跳动2018年起持股 4.74%， 阿里巴巴2020年起持股 14.25%， 这些站在杜华背后的男人们等不起了。招股书显示，如果乐华娱乐未能在2022年12月31日、2024年9月30日或2024年10月31日之前完成上市，将面临这3位优先股股东的巨额赎回要求。股东变债主的戏码听着有点残酷。乐华最大的难关可能还在后面，因为idol杜华的故事很热血，但乐华的故事真的不动听。在乐华家族12周年的衍生品乐华小卡里，除了旗下艺人杜华本华的小卡赫然在列，杜华已无在闲鱼二手卖场属于抢手的那一波。老板非艺人，但与艺人同为公司产品，拥有自己站姐和粉丝，会被抓街拍送热搜上封面，并且因上了封面而被吐槽抢了自己艺人的资源。杜华是第一人，也是把自己的偶像价值开发到最大的一位。一定程度上，杜华实现了自己少女时的梦想。曾经以林青霞为榜样，对着家里的穿衣镜拼命练习霹雳舞，为了被星探发现而在南昌街道走了3年的她，如今以偶像老板的身份，让旗下艺人的粉丝们也能为自己尖叫 ，buff 值拉满了。经纪人力眼里，杜华当然是 idol。他一直是一个很能豁得出去，但也卸不下自己偶像包袱的人。从追星到造星，他的个人行为里是有很多包装成分在。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并非选手的他，看到舞台上的大门打开，第一反应是：哇，我要出道了！我好希望有个星探发现我。有人问，卖面膜的杜华不尴尬吗？那是他不知道杜老板的起家史。一无所有的北漂女孩，曾经可以把南方3块钱的 CD 倒卖到北京卖10块钱，大大方方稳坐 C 位，卖个面膜又有何辜？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杜华的确是个能力出众的奇女子，毕竟她是可以工作到生孩子当天，还接老板的电话。当时我正在打无痛，我说等我几个小时，我生个孩子。她的这个孩子赵小果与后来的乐华公司一并诞生成长于2009年。在此之前，杜华的职场顺风顺水，28岁便做到当时最大的数字音乐供应商华友世纪公关总监及音乐总经理。2005年2月4日，华友世纪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成为第18家中国概念股，这是杜华入职第2年的事。在华友世纪工作了5年的杜华，除了职位晋升，还种下了纳斯达克的种子梦。所以他的电影《梦想合伙人》里才会有3个女人选择在纳斯达克上市。2009年，华友世纪被盛大收购，刚生下孩子2个月的杜华没有加入新东家，选择了创业。可是杜华当时的初创公司仍属传统经济模式，已经被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抛弃，抵押了房产的他拿着自己的贵人空中网创始人杨宁最后的300万投资，原地打转。可以说，天不绝华是杜华最大的自信和资本。2010年和韩国 SM 解约的韩庚回国，在光线、华谊、天娱和太和麦田的争抢中举棋不定。当他被杨宁带到杜华面前时，全方位展示杜华智慧的名场面来了。
杜华开出让韩庚出任明星股东的条件，这份平等和尊重当场就震撼到在韩国做练习生多年备受凌辱的韩庚，决然加入除了老板的勇气族，其他啥也没有的乐华。正是韩庚的筑巢引凤，不仅给乐华带来了黄铮、周笔畅、胡彦斌等歌手，还帮着架构了韩国练习生培养体系。2010年全国街舞大赛16强的王一博被乐华娱乐选中，成为乐华第一批送往韩国的练习生。在2014年乐华第一个男团 UNIQ 出道之前，是那一波歌手撑起来乐华的门面。杜华的魄力和能力，业内是服气的。一杯咖啡签下韩庚，2分钟说服谢娜，5分钟签了陈好，20分钟拿下黎瑞刚的3个亿。旁人听上去的杀伐果断，背后是杜华的专业敏感度和稳准狠的方针。韩庚给杜华打开的新世界大门是韩国工业化造团，可惜 UNIQ 出道便遭遇限韩令昙花一现，但给乐华留下了一个王一博和杜妈妈的称号。我只大他们10来岁，一开始觉得怎么就叫我妈了，后来觉得亲切，反而他们叫我杜总的时候，觉得格外生疏。我们不像韩国那样等级森严，不管是艺人还是练习生，有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聊。杜妈的人设立起来了，她的孩子们正是一波一波送出去养的别人家的孩子，听上去逻辑有点别扭。别人家的孩子，乐华斥巨资送到韩国养，回来便能认杜华为杜妈，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唯一的姐，能养好吗？甚至能养熟吗？杜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听话人品好是选择并长期持有练习生的第一标准。经过内部运作和外部整合，公司与艺人形成了较好的鱼水关系。66名签约艺人中有55名为乐华训练生计划毕业生，艺人在训练和长期工作中对公司形成了归属感。业界同行眼里，只有财大气粗的乐华有不爽就开的底气，不是乐华不缺钱，是杜华更有魄力。曾经在接受易立竞的采访，风险投资啊，如果哪个练习生不行怎么办？杜华干脆利落，是天使投资，投错了就是投错了，我让他立刻就走。曾经在韩国做练习生培训老师的Jin苦笑，也就是乐华才有这么大的勇气止损，普通的艺人经纪公司哪里舍得已经大笔砸出去的钱？结果就只有一个恶性循环。说实话，我教过的练习生里，中国练习生要比韩国练习生懒得多，就因为他们觉得既然公司已经给我砸钱了，不会被公司轻易淘汰掉。深陷塌房漩涡的丁泽仁、李全哲并未出现在乐华最后一版招股书里 ，Next 的组合中已不见2人名字，乐华7子变乐华5子，这个处理方式想起来了没？和德云社对孩子们斩立决的处理如出一辙，立刻就走在资本市场也来不及了。就问一旦上市，哪只股票能经得起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突发暴击？大家都知道2014年以王一博为首的 UNIQ 不是糊掉的，而是在顶峰时期消失的。杜华都还没有来得及兑现自己的赌注，赌1个亿造星，输了就退出娱乐界， UNIQ 就成为了历史。这说明文娱行业的风险不可控，在艺人领域尤其明显。韩国的练习生体系在多年工业流水线的夯实下，只是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风险。杜华设想的挺美，乐华模式不是在刻意打造顶流，而是在艺人管理储备上实现百花齐放和梯队式多元化发展。顶流的成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包括自身业务能力是否过硬，作品是否得到市场认可，演艺规划是否可持续发展，否则就可能昙花一现。公司不能只是依靠顶流，要有更多多元化的艺人，大家梯队化发展比较好。现实是2020年到2022年前4月，王一博一己之力分别贡献了乐华总收入的 36.7%、49.5%、56.8%。这一套被杜华移植到中国后，除了不可复制的顶流，稳定的流水化艺人生产线并没有实现，有且只有王一博一个亲儿子负责赚钱养家。这也是即使在影视寒冬的这3年，即使乐华的收益比几大影视公司还要好得多，但资本依然不会青睐乐华的原因。资本看内容，影视公司有内容，乐华不是没有内容，是内容产品不稳定不过关，头部合约时间有限，腰部翻车又翻船，
尾部，周期越来越短、越来越水的培训下，他们啥时候能出头跟上节奏啊？杜华上市筹钱用来做艺人管理，做到手有余粮，心里不慌。但是他这如意算盘，800个心眼子的资本又怎么会不清楚？说到底，资本看不上乐华，主要还是因为王一博这个爆款之外，乐华并没有完整复制韩国练习生模式，形成强劲的产业链，导致没有故事可讲。除此主业之外，影视剧创投、音乐制作、虚拟艺人没有一项能站在头部盈利地位。作为乐华最成熟的业务，2019到2021年，艺人管理业务营收分别占同期总收入的84%、87.7%、91%。只能说，乐华经验从来没有复制成功过。爱豆练习生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了。2020年，在乐华做过练习生的男生莫迪说，他的练习生生活包括声乐、舞蹈、乐器、表演、音乐创作、形体、公众沟通、艺人行为守则等等一系列专业课程培训。但是曾经在其他经纪公司做过3年练习生的他，对乐华还是失望的。论专业严格，乐华并没有比自己期待的更好，充其量只是模仿了韩国练习生训练的皮毛。论训练强度，乐华比另一个直接把韩国老师请来北京培训的公司差远了。但是论机械的洗脑，一家比一家强。在他眼里，三观和认知还未成熟的10几岁孩子们，在你们一定会赚钱的，你们一定会火的灌输下，更是看不清楚自身的能力和位置。一旦不在导师视野管控中，便尽情自信放纵，躺平的大家已经在聚光灯的幻觉中。莫迪觉得，这也是乐华或者练习生群体塌房如此之多的原因吧。心气比人气高，还不能以艺人的标准要求他们，把他们当成邻居家10几岁的小孩，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行为。更何况，不同于韩国练习生少至3年，多达10几年的训练，我们的训练更加短平快，3到8个月就敢出道，怎么比？把练习生如此去人化成一台机器，就可以保证练习生培养的成活率，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莫迪说，他们这个群体在最丰富的年华，一天10几个小时被关在练习室里，没有生活阅历，没有更多生活体验，未来也只会唱跳，不会演戏，更不会生活。结果呢？只会报复性的反弹。你是我唯一的姐之丁泽仁和李全哲便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爱豆观察者相承认，乐华爱豆的实力、作品以及知名度，在并不太优秀的内娱圈，差不多可以说是品质最高的。2018年偶像练习生开始，乐华的艺人以大公司、严要求、高标准备受粉丝期待。内行内补充道，是佼佼者，但是乐华专业又不专业。丽解释说，专业在于模式，姿势在专业的复制了韩国那些爱豆经纪公司的模式，这一点没错。但是调料对，厨具对，同样的菜谱怎么做出来就不一样了呢？做菜和吃菜的人不一样，人才是决定性因素。不同于韩国娱乐高度的市场化，落地有打歌，有签售，有综艺，都可以满足粉丝，上升也可以创造价值，引领潮流。杜华自曝国内的现实是，我们公司的艺人老是跟我讲，杜妈我要发新歌，我说我特别支持你，但发完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出口。打歌舞台长期欠缺的后果是，粉丝并不能建立真正的用户习惯和成熟健全的偶像评价体系。丽也诧异，竟然可以在不关注作品的情况下，以调侃爱豆或老板等边边角角的东西来圈一波又一波的热度。不同于韩娱的偶像用作品来绑定粉丝，数字互联网时代的内娱，爱豆们和粉丝之间被技术激发出更多的场景和消费方式。粉丝见面会、综艺节目、带货、热搜、出周边，甚至连机场接机都得钱说了算。一旦这条快钱的产业链打通，公司和爱豆谁还愿意好好搞作品啊？打通的多彻底，君不见抖音背后的字节跳动和淘宝背后的阿里都是乐华的大股东。当然，关注一下乐华的作品就更惨烈了，不专业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不中不韩。据丽对爱豆市场的了解，尽管他们也有固定合作的音乐家，但是好的歌早就被韩国第一批选走了，乐华选回来的只是韩国剩下的散曲小样。
不是他们排不到第一波去选，而是他们不愿意花更多的80万，只愿意30万捡漏。这样的散样，国内没有打歌舞台这一点致命的 bug 环节，也无可厚非了。香香给这种心理做了个精确的总结，就想花小钱办大事呗。这还不是根本，根本在于业内都知道乐华的组织架构只有经纪团队，不存在有审美的选品团队，没有 producer 也就是制作人。在乐华的宣传物料里会列出来优势的2大部分。艺人宣传团队共28名，截止2022年4月30日，如何资深有经验。艺人运营团队共55名，制作人呢，架构里不存在。那么乐华有的是什么？地下的一个橙色集装箱，3、5个人没日没夜的练。孟美岐、宋昭艺等人都在综艺节目里提到乐华地下室、乐华集装箱，这就是乐华相当公开的一个传统。苦不苦？苦就对了。要是你胖了的话，选管就会拿着空心的铁棍，胖0.1斤打10棍，这就够了吗？先看看家里银行卡有多少钱，再来考虑投资自己做练习生。乐华的练习生公开的背景大都是少爷贾富贵、富贵花朱正廷、富婆吴宣仪等级别。站姐们给爱豆的生活一手操办，也源于练习生时的物质之苦。练习生老师竟说乐华还算不错，至少提供住宿。其他小公司送出去的孩子在异国他乡，首先得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住宿问题，只有没有经济的后顾之忧，才可能 all in。这也因为不同于韩国孩子从小就浸淫在全民娱乐的选秀文化中。莫迪说，国内的小孩从小的第一选择是9年义务教育，如果有做艺人的梦想，还要经过学业和练习生的抉择。如果不能出道，学业之路都不能继续，就是2头空了。竟觉得内娱经纪公司尤其急于求成，不像韩娱练习生甚至长达10几年的培养，内地公司更希望短期就看到成本回收。相比同行的加速，杜华还相对有耐心。但是背靠资本的杜华也有身不由己的苦衷。如此看来，上市失败对于乐华和练习生们来说未必不是好事。孩子急，父母急，杜妈更急。本来3年熟的植物催成半年熟，伤害的除了植物本身，还有土地。中国这块爱豆沃土伤到了，再来王2博、王3博也不会成为顶流了。另一方面，依靠粉丝选秀、打榜、砸钱获得的资源和曝光度，对于爱豆和经纪公司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成也粉丝，毁也粉丝，一切已经不在经纪人和杜妈的控制之中。现在有人劝杜华别霍霍了，存点钱吧，爱豆们就先蛰伏等待吧。这种口炮和智慧跟去年申问我的铁口是不是重叠了呢？乐华的今天复制韩国练习生模式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作用是借了2018年的东风。2018年被称为偶像元年，那一年的风口，乐华确实飞上了天。王一博、孟美岐、吴宣仪、程潇、范丞丞、朱正廷、黄明昊、李问翰纷纷出圈，深耕偶像业务快10年了，乐华的业绩这才爆发和漂亮起来。那么现在风停了吗？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创造101之后，选秀节目被叫停，东风不再，塌房当然不是乐华最可怕的危机，怕的是无房可塌。4年过去了，流量在线的还是当初那波人，新人呢？让偶像的力量可以正确影响到年轻的一代。时至今日，杜华的这个梦想说出来都还只是梦想，Jin听了笑谈，这不打脸吗？杜华的偶像梦想并没有照进现实，乐华偶像的力量经由丁泽人们的稀释，王一博一个人也难挽颓势，但乐华还在坚持，不推陈只出新。2021年传乐华要推出一档综艺《下一站》出道，大概杜华考察了很久，如果韩国 SM 模式失灵了，不如试试日本养成系，让粉丝看到爱豆们从素人到艺人的过程。下一站出道最后到底还是没有推出。乐华撤回香港 IPO 当日也是新男团 BOHO 的官宣之日，这怎么有点儿冲喜的意思？9月10到11日在杭州 BOHO 的首秀于 NNB 无限闪耀演唱会，但更像是一场自娱自乐。除了乐华自家平台，媒体舆论关注度之惨淡可以忽略到不计。申万我只能说，说好的蛋糕连渣都不剩。2022年，乐华推出了多个偶像组合，
包括前几日在杭州演出的男团 Boyhood、女团 Name 和偶像乐队 Neverland， 还有一家韩国男子演唱组合 Tempest， 4个官微粉丝数加起来仅有42万。如果舞台、资源和热度跟不上新团的推出频率，那只有一个结果，出道即失业。听到乐华新团的出道，力的反应简直操碎了心。这年头这光景还敢推新团，力的玩笑开得一本正经。乐华的小卡可以设计的再漂亮一点，除此之外，杜华女士还是别霍霍扩张了，多存点钱，好好过冬吧。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乐华家业，先守好喽。当互联网瓦解了高墙，推平了门槛，爱豆们在个人领域有了流量，玩法要变一变了。曾经练习生的莫迪们会选择怎么玩？在他的了解里，很多练习生真的想做网红，至少这样就可以带货。其实除了做练习生，大家还有很多模式可以赚钱，赚个几万块钱，也不用像练习生那么多年那么辛苦，还要自律不能恋爱。莫迪的语气中听出来一言难尽别和梦想较劲的意味。如果苦练 N 年的练习生只能去抖快卖螺蛳粉，那我何必苦练那么多年？我大可选择做自媒体。香香说，国内的爱豆如果坚持梦想，最好是培养复合型人才，唱跳之外练练演技。无论杜华的还是爱豆的，所谓梦想大概就是越是缺什么就越想什么。友情提醒杜华一句，也许这个时代缺的偶像不是训练生这一款，杜华没有变，还是那个大家口中爱豆行业内最能坚持做事的老板，只是寒窗面壁练习生的偶像模式与当下的环境不匹配了。力肯定地表示，希望乐华越来越好，头部不倒，行业才可能更加生机勃勃。送给未来的杜华，但首先不要关注腐剧，不要关注出柜，不要关注塌房，希望真正能有点我们自己的有价值的东西来文化输出。杜华输出的欲望当然更强烈。乐华的未来其实已经在杜华的设计之中，我们这么多年在海外都有布局，希望乐华是一个国际化的公司，可以为中国做更多的文化输出，让大家更了解我们。何其想想，这也是 SM 老板李秀满过去30年梦想。但是李秀满有日本或大中国的市场来输出，那么乐华国内不能消化的偶像经济总不能返回韩日输出吧？目前能陪杜华出海的，恐怕只有和张一鸣联手做的虚拟艺人了。毕竟，如果虚拟艺人再靠不住，充其量也只是抵抗一下996，还不需要做核酸和被隔离，爱出哪出哪去。这些乐华杜华的历史和现状听起来，其实就是中国内娱的江湖缩影了。小个体永远离不开大社会，特别是这个大社会还是野蛮化的话，健康生长的前提就是适者生存了。申万我只能说，当娱乐圈成为了大号丛林的时候，国安代言人李易峰所信任的小圈子就把他推出来拱火了。当杜华快刀斩乱麻搞掂内部的时候，整合出海的大盘棋就被成功的野蛮狙击了。小目标是不是王一博和他的连串电影就不得而知了，但大目标肯定是娱乐圈的摇钱树没跑。野蛮的丛林当中，每一个巧妙的时间点都是环环相扣，缺一不可的。野蛮的生长就像大女主赵丽颖的各种辣黑手段，你不够狠，自然有比你狠的；你不能赢，自然有赢你的。所以你被野蛮后，别人就生长了。在赵丽颖通过野蛮生长稳步转型的过程中，很明显严重依赖王一博的乐华也正在野蛮思考和野蛮转型中。这年头如何野蛮生长，区分善恶呢？真的，利他为善，利己为恶。